哟，苍大人，还有心思睡觉呢？过不了几日，你就该一睡不醒了。趁着清醒，赶紧束身修行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。中州传来消息，天降甘霖，是大吉之象。我赢了，你输了。哎呀，楚大人急什么呀？侯爷给了我7日之期，给你10日又有何用？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？鸡心好风，必心好雨，这2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，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？月离于弊，彼滂沱矣。你身为青天剑监正，学艺不精，只知道报喜求赏，罔顾事实，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。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。我在青天剑里观星报吉，不计其数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就请回吧。楚大人再没耐心，且再多等5日，看看是我人头落地，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，一夜间都冰消瓦解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。你呀，等着砍头吧。回来了。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，所有外客一应谢绝。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。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，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。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？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我若不说的严重些，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。所以我情急之下，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。每年都有王侯将相身死，每年都有天气异象。我只说了将星陨落，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。哎，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？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，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，定要杀了你。我只需要再等几日，便可以向他证明我是对的。二公子，你帮我看看，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，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。好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这几日看紧了，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。大人，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，旱情大有缓解，一切有条不紊。已经下3天了，雨势如何？似乎未有缓释啊。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，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。大人，中州大雨已连下4日，雨量已是10年间最大，地势低缓之处已有蓄水之势啊。去吧。中州大雨已连下5日，河水泛滥，雨水滂沱，山间岩体滑落，损害民屋10余座，伤近100人。再报！中州大雨已连下6日，九河水位越来越高，已紧急派人加筑堤坝。
若有不听在下两三日，恐有绝地之时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楚大人，庄管家，您帮我通传一下，我要见侯爷。侯爷这些日子有些抱恙，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。楚大人，您请回吧。凭什么？啊？凭什么？张海，你不能好！公公，什么意思啊？公公的意思，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。公公不准备救我了？公公不能不管我呀！公公说了，中州雨势不缓，皇上夜不能寐，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。楚大人，你断兴有误，祸国殃民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义父，他走了。藏海，又是这个藏海。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。青天剑监正，哟，楚大人来了。张海老弟，你可真精神啊！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？没有，这看楚大人的脸色，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，大雨成训了吧？哎，张海老弟，你是侯爷的幕僚，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，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。你要是想当官呢，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。你要是想要钱呢，我帮你谋划，想要多少，开个价。哎，藏海老弟，藏海老弟，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，此次星象呢，吉凶参半，我猜准的是吉，你猜准的是凶，咱俩谁都没猜错，啊，就是没猜全。这样的话呢，我顶多就是个失职，你也保住了性命，两全其美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楚大人啊，你是在求我吗？啊！哎，小人学艺不精，断错天相，罪该万死。张兄，当初引荐你入侯府，我也有一份功劳啊！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，救我一命。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不瞒楚大人，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，我真的很心动。是啊，那咱们就……但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、真假善恶，都可以两全其美，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，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。哎，楚大人，这戏一旦开唱，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？
张海，你是铁了心要害我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？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，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？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，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，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，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，又与你有何仇怨？楚大人，你是青天剑监正，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、因果报应的道理吧？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，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，还是来跟我道别的？你呀，全都算对了。但今日是你的死期，你算到了吗？楚怀明，你错报天象，最多褫夺官身，打入大狱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。你要是杀了人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杀人偿命，你害死了杨真，害死了曲娇，你也该偿偿命吧？杀了你，我就离开京城，朝廷再也找不到你。你能掐会算，也躲不过一死。我15岁就进了青天剑，兢兢业业，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日思夜盼，费尽心思，好不容易攀上了平津侯的高枝，当上了青天剑监正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走到这一步，花了多少功夫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你，就是因为你，藏海。让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你是当了青天剑监正，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。害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呸！我往上爬怎么了？错了吗？没有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楚怀明，哪怕是身败名裂，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。楚怀明，你陪葬。去死吧你！大人，这是什么味儿？快去看看！来人啊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去叫人，快啊！我在这儿呢，救火，快！来人啊！走水了！
件事情需要你帮我。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，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。届时你一定要按计划行事，不可来救我。侯爷，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，止也止不住，恐有洪涝之势。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？第7日。侯爷，不好了！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牢房租水了。藏海呢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。二公子，楚大人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啊，我刚拜见完侯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在侯府杀人放火，还要逃吗？你跟我去见侯爷。我去。妹妹受伤了，您怎么会？今天算你命大。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着火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您看，父亲，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。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。是他，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教都被他。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众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，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
怀明押到大理寺。且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快点！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，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，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藏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叶言，尊主，本尊有些心神不宁，到这时候才发现你在。尊主最近四处奔波，也许是累了。累倒不至于，只可惜没什么收获。那萧白已经练成了凤鸣刀最后一式，这萧家心法是没用了。你说，这负责偷心法的小春花还有用吗？他知道了太多的事，按照以往惯例，无用时当杀。小春花这么有趣，杀了她太可惜了。本尊会让她变得有用的。尊主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
诸位，萧老盟主这一生果敢磊落，刚正不阿，时刻以匡扶正道、壮大武林为己任。无论是武功还是智谋，均当得起治世大侠。而今天，果敢磊落，治世大侠，下！何人敢在此造次？不得污蔑盟主声誉！哼，一群虚伪至极的宵小之辈。今是为家父吊唁而来，何不现身，再论长短？吊唁，哼！少庄主真是会说话。你还活着？隐山派，李建陵。各位掌门好记性，大家都别来无恙。既是故人，有什么误会就当面说。李掌门为何口出恶言，污蔑先父与众掌门？少庄主还真是和年轻时候的萧元一模一样，生就了一副好皮相。可惜都是一副令人作呕的大侠做派。别添乱，少盟主可以应付这个场面。李兄，既然你还活着，为何不回来找我们呢？我早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今天之所以死而复活，就是见不得萧元被当作仁义大侠传颂。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。一派胡言！少庄主，这是练就了凤鸣刀的最后一式了。那萧元死前是不是把玄冰石给了你？上官秋月，叫哥哥。果然是你。你来干什么？那个李建林也是你带来的？小春花去看看热闹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他们都说萧盟主是你害死的。我只不过是将一些陈旧的真相大白于世罢了。我知道不是，因为我看到他把药给倒了。所以你跟萧盟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把药倒了，有意思。不过我跟萧盟主没关系，可可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都快被你骗得团团转了。妹妹既然好奇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听听呢？松开，要是让别人看见多不好。怕什么？现在凤鸣山中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大厅上。认真听。父亲确实给我一块晶石，但并非玄冰石。李掌门岂可妄言？那颗晶石是不是白色莲花状？花瓣处还有血渍。你为何得知？那是父亲的友人所赠。友人？慧儿把玄冰石给了萧元，助他练成凤鸣刀，成为武林盟主，复印儿子。如今却只落得个友人的称谓。送父亲玄冰石的友人是谁？萧元都不敢提他的名字吗？他也不配提他的名字。慧儿，慧儿，纵然你是大魔头的亲妹妹又如何？依然是我最爱的。萧老盟主怎么会跟千月洞的妖女扯上关系？是。千月洞，你还说你跟萧盟主没关系呢？千月洞人多了，
怎么一出事儿就得跟我有关系？不过还真是精彩啊！这萧白练就凤鸣刀，还得靠你们所谓的千月洞妖女。小白不需要什么玄冰石，也能够练成凤鸣刀。休要胡言！父亲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么会与魔教妖女有所私情？哼！萧元一生最大的功绩，不就是率众人攻打千月洞，成为一代武林盟主、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吗？他自然将他那龌龊旧事埋藏得越深越好。我只问你，每年的8月15，总是阖家团圆的日子，你可曾与你的父亲度过一次中秋节？小白竟然没有过中秋节。可父亲的一生为正义所生，陪家人时间本来就少，这又有何可以污蔑我的父亲？你可知道，每年的8月15，你那心系武林的父亲，不惜奔赴万里，赶到桑田村附近的荷塘，站立一宿。不相信是吧？好，我再问你，你与萧元父子20余载，你肯定见过他的心脏处刻着一朵冰莲花。当年情形，李掌门不必闪烁其词，不妨当众告知。我相信父亲能够经得住任何考验。24年前，我和萧远被星途下毒追杀，无意间闯入了千月洞附近的冰谷，被慧儿所救。冰才喜欢他。小姐，左边这个中了毒，凶多吉少啊。这么好看，没救了。果然漂亮的东西，在冰谷都活不了，莲花也活不了。你醒了？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救不了了，他中了毒，活不成了。那一刻，美丽又诡异，我永生难忘。后来才知道，慧儿她天生惧怕炎热，所以一直久居冰谷。这睫毛可真长啊！哎，我的冰蚕珠！万万没想到，慧儿身上的莲花居然解了萧元体内的剧毒，慧儿便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，从此情根深重。现在你也有朵莲花了。萧元终于醒了，
李兄，我们来这冰谷快3个月了，眼下和千越洞决战在即，亦在下之间，应该与盟主取得联系为好。我倒觉得，萧兄不妨养好伤，我们再走。连累李兄了。谁敢走？慧儿姑娘，要么好好留下来陪我，要么就杀了你。想走，不可能。你不觉得你跟上官慧很像吗？哪儿像了？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。你看哥哥像他那么蠢吗？上官慧，上官秋月，你们一定有关系。对呀，上官春花、上官秋月也有关系。接着听。上官慧果然是千越洞的妖女，哪怕不问江湖，也生性凶残。说到凶残，慧儿从不伤及任何人的性命，还救了我和萧渊。试问风掌门，你刀下的亡魂，可曾数得清楚？李掌门所言差矣，人性善恶绝非自然得来，所以才要后期教化。萧盟主当时在那种环境下，还能面对恩人，选择正道，这才是仁义风范。风姑娘，所言极是。你们果然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一对为山。听见了吗？天生一对，你也是这么想吗？我能理解上官慧想要做什么。不过我也赞成，生命贵重，需要教化。所以说，上官慧也只是为了留下萧老盟主，但是手段太残忍了，太狠毒。全天下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评价慧儿。你可知道，那玄冰石可成石莲，就这样被慧儿送给了那个萧元。如果在下知道，如果全是屁话。你们既然要做君子，那为何不把君子做到底？慧儿就是被你们这些伪善外表蒙蔽，错爱一生。你见过真的莲花吗？当然了。可我就没有，我的身体只能住在这奇寒的冰谷里。有一次，我偷偷跑出去，远远的只看到了碧波连天。后来哥哥把这冰残坠雕刻成莲花的样子。现在胸口又有一朵你送我的莲花。在我的家乡，中秋是一家团圆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家中的女眷会放莲花灯，在月下许愿，以求全家团圆。那我要和萧哥哥一起过中秋节。萧哥哥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！
这是我的莲花灯。我的愿望是，和萧哥哥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，玄冰石和萧家心法合二为一，助萧元练就了武功绝学。慧儿，慧儿，我练成凤鸣刀法最后一式了。萧元身负重任，自认关系到天下苍生，武功大成便决意离开。慧儿，我要出谷一趟。可你答应我了，8月15陪我点灯许愿的。我答应你，不管事情有没有办完，8月15，我一定回来陪你许愿点灯。萧哥哥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！凤鸣刀果然是人间至宝，能做到人刀合一。你大概都不知道吧？凤鸣刀除了在练就最后一式能发出萧萧凤鸣外，当它的主人遇到心动的人，也会发出心跳一般的声音。萧夫人可曾有听到过这种声音？小春花，萧白的凤鸣刀有没有对你响过？小白才刚刚练成凤鸣刀，那你是不是很期待他对你响？喂，你不想听了？你不想知道上官慧是怎么死的？被自己蠢死的呗。没意思。哎，无论是玄冰石的功用，还是上官慧的身份，父亲都是事先不知道的。怪不得盟主的功力突然之间大涨，还练就了失传已久的凤鸣刀最后一式。记得当年他功力突然大增，却郁郁寡欢。如今想来，当时这段孽缘，他当然不高兴了，因为很快他就知道了上官慧是谁。慧儿她是千月洞洞主的妹妹，你要是真爱慧儿，留下来，别再管白道和千月洞的恩怨。我知道8月15那天，萧元不会回来了。那一天，正是我们约定和千月洞决一死战的日子。只有这样，萧元才能当上下一任武林盟主。小姐，快走！小姐，快走！白道进宫，有星主背叛，洞主当场身亡。走，慧儿。慧儿，玄冰石呢？慧儿把玄冰石给了萧元，却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。
你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武林盟主，剿灭魔道的丰功伟绩，全是靠一个女人成全的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李兄，我们也去找过你，只是为时已晚。我被推下了断崖崖底，毁了容，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。我也想过一了百了，但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只有2个，一个是救出备受凌辱的慧儿，还有一个就是让萧远身败名裂。原来盟主是你杀的，他是自断经脉而亡的。我原本给他下了玄冰毒，也让他体会下慧儿这些年来所受的痛苦。没想到这个懦夫竟然一死百了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我终于知道，每年中秋节父亲都做了什么。如今萧远已死，慧儿，今天我就来陪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等着我，等着我。李兄！让他静一静吧。没想到盟主还有这样一段往事。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何人在此设下的残局？这就让人糊涂了。也不知道这是刚刚开局随手一摆，还是眼见残局难解，干脆打乱了棋子，弃局而去呢？这盘局倒很像今天的情形啊。怎么说？这一黑一白2枚棋子，就好比上官慧和萧老盟主，唯此2字相生相依，仿佛置身一场情局之中。对啊，如果没有他人的干扰，哪儿分什么黑白正邪？这2枚棋子便可以长长久久的相守下去。可既在局内，便无桃源。若是大波白子入局，这颗原本孤零零的白子，怎么还会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与黑子相安无事呢？
然可以忘记。既然入了这个情局，那就要相守相望，同生共死。就算是背叛原来的阵营，也不足为信。可若是这白子便是正道，这黑子便是邪道。情局是何等狭小的格局。白子理应坚守正道，以江湖大局为重。那这黑棋呢？快刀斩乱麻，方得太平。风姑娘，若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脆利落，哪里还会有上官会的事情？天下之局，情爱之局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迷局罢了。也不知道上盟主会作何选择。少盟主，小白，小白，人总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人总要品尝悲欢离合，人总要面对很多抉择跟放弃。萧老盟主，从小父亲对我极为严格，365天练习凤鸣刀法，从无间断。父亲要求我做一个正人君子，是非分明。父亲忙于江湖事务，与母亲疏远客气，相敬如宾。没想到的是，父亲竟然会如此深爱着一个人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竟然对一个魔教女子纠缠如此之深。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我的榜样。李建陵的话虽然很偏激，但父亲一世的威严，竟然建立在对一个魔教女子的辜负之上，甚至背叛，甚至利用。小白，感情是没有对错的。萧老盟主虽然是辜负了上官会，但他没有辜负大侠之名。你的父亲依然是英雄。我刚刚是在安慰你呢。我已经得到安慰了。
那我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你看，那儿，那颗最亮的星星，看到了吗？那我摘下来送给你好不好？星辰遥不可及，姑娘就别开玩笑了。姑娘在做什么？摘星星啊！你看，我想啊，萧老盟主虽然是有愧于上官会，但他无愧于江湖。他这一生求人得人也是幸福的。只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像上一代人一样，会有这样两难的境遇。身为棋子，也不要忘记坚持爱情的初心，不要陷入乱局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是，谢谢。也不知道少盟主会作何选择。上官秋月、上官慧都是孤独的人。哥哥。哥哥，我也想要棋子。哥哥，尊主，你可见过一个姓上官的女子？属下没有。你当然没见过。曾经我以为我特别了解她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尊主可是在思念旧日的亲人？热情到引火烧身，天真到接近愚蠢，像谁呢？你说，像谁呢？属下不敢说。不是不敢说，就是不知道。你要是像小春花就好了，她可是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，就像李建林今天描述的那个她。就是因为太像了。
才会把热情用在不该用的人身上。叶言，你没见过的，是因为他的下场不好。还请尊主节哀。节哀？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妹妹步她的后尘罢了。傻妹妹，你送她棋子，陪她观星，但其实你在她心里的分量，还比不上那把刻了“凤鸣”二字的刀。做了魔头的妹妹，难道都是这种结局吗？哥哥一定不会让它发生的。长生谷的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？禀谷主，还没有进展。一群废物！属下该死，待萧远一死，各路人马都蠢蠢欲动，说不定那长生果也会因此现身。属下再去打探，定不会让谷主失望。当年，南星河教主曾立下誓约：传奇谷和千月洞，谁先杀了武林盟主，便可统一星月教。可惜我为了长生果急于奔命，萧远之事，竟让一个无关之人抢了先。一个死人的誓约，你当活人还真会遵守不成吗？上官秋月，哼，每次看到副谷主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我就无端开心。眼下，萧白还未站稳脚跟，正是千月洞和传奇谷联手的好时机。如果你我合作，趁虚而入，将那些白道中人一网打尽，你的宏图霸业指日可待。区区一枚长生果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无牵无挂，对长生果不感兴趣。倒是副谷主拖着个药罐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寻仙问道、吃斋念佛了。上官秋月，涅派提丝丝，哎，不就是一枚长生果吗？我看你们到处都没找到，倒是比长生果本身更有意思。你不要不识抬举。不过呢，副谷主每次都能逗我发笑，我上官秋月也该知恩图报不是？长生果的最新消息赠与副谷主。走。思思，夫君，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特别好？好，特别好。你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可能找到了治你病的方法。诸位，看看这个。
本月15日午时，碧水城古茶巷长生果拍卖，愿者来之。长生果。对，江湖上现在传言，此次长生果拍卖大会规模极大，光入会就要100万两，卖者正是石先生。又是石先生。这个石先生上次卖的是心法，这次卖的是长生果。虽然名不见经传，但卖的东西全是武林中垂涎欲滴的。如今各家心法已经十分珍贵，长生果更是百年难遇。千月洞和传奇谷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必然会插上一脚。你们太天真了，这岂止是魔教中人？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就不想要长生果了？你们可别忘了，萧老先生病重的时候，凤鸣山庄可是……春花姑娘，我爹对长生果从来都是付之一笑，还告诫我要少争名利，多些云淡风轻。正是，凤家也主张君子应取之有道，定不会趟这趟浑水。春花姑娘说的没错，今日早晨各家派向我辞行，我还真以为他们有要事要办，还不是因为长生果。碧水城这次必然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。要我说啊，这肯定就是个圈套。石先生现在说不定正在坐收渔翁之利。的确可能是个圈套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为妙。这个石先生，他知道，就算这是个局，我凤鸣山庄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弃身锋刃断，性命安可怀？父亲生前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少盟主，少盟主是否也收到了长生果拍卖的锦书？正是。冷掌门，可有什么高见？此消息一出，碧水城将有大乱。眼下盟主还未入土为安，少盟主自然要以家事为重。老夫可替少盟主先行一步，带些人手到碧水城，以防内乱。不知少盟主意下如何？那就有劳冷掌门，待我安葬好家父，一定会快马加鞭与你会合。爹爹要是能帮得上少盟主，自是再好不过了。那老夫就先行一步。
春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看你守夜辛苦，眼下又有长生果那档子事儿，担心你。父亲说：“习武之人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”春花说：“感情亦是如此。”父亲说：“以心怀天下之人，则有平定四海的能力，不然只是空谈。”春花说：“心里若是连一个女子都装不下，何谈天下？”春花姑娘，小白，春花也有好多好多的大道理，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，也会像这样把它复述出来。但如果你听不进去，也没关系，至少想起我的时候，还是一只活灵活现的春花。春花姑娘，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我一定会认真记下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老盟主，你亲手栽培出来的儿子，玉壶丹心，义薄云天，而且还特别可爱。但春花想说，以仁义见天下而示众生，则不可不爱人、知人。是，春花说：“以仁义见天下而示众生，则不可不爱人、知人。”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那我们击个掌。小白以后不要老是说父亲说父亲说，多想想春花怎么说，好吗？少盟主真的要带春花姑娘同去吗？春花姑娘并没有武功，如果遇到危险，连累你我，岂不是误了大事？正因如此，只有把春花姑娘带在身边，才比较安全。还是少盟主思虑周全。
彩彩，情场如战场，这时机转瞬即逝。冷姑娘，你能为我这么着想，彩彩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那你倒是有所表示啊！二位姑娘大可不必担心，有我和少盟主这样的人在，春花姑娘能有什么差池？春花姑娘是少盟主的未婚妻，这与秦公子何干？冷姑娘，我的意思是，少盟主既然要带春花姑娘同去，那我觉得还是应该问问她的意思。我去！啊！我一定要跟小白一起去的。小白，你说对不对？怎么感觉少盟主今天的气场跟平时有些不同呢？以前潇兄遇到女孩子的时候，我可是那个负责给她耳朵降温的人。没想到潇兄这么洁身自好的人，今天美人在怀还能从容自若。唉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软香温玉、抱得满怀的人呢？哎，冷宁，小白，我刚刚是不是做的太过火了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你之前还做过更过火的事情啊？怎么可能？毕竟我这种知书达理、温文尔雅的女子，哼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还叫我相公。这是那个木头小白，不苟言笑，谦谦君子。出尘脱俗，没错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白。相公，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，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么厚脸皮的时候了。也是，再次听到春花姑娘这么叫我，总感觉恍如隔世。谁让你总是这样不温不火的？那我就没必要自讨没趣了。感情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像我这艘笨船，以前只知道在修为的水面上下功夫，并没有想到也能在别的湖泊上前行。我才不要做什么湖呢，我要做就做大海，一个海啸就把你给卷进去。冷姑娘，冷姑娘，这个香包是我请西域绣娘精心缝制。里面有玫瑰香、佩兰，还有冰片，还以纯金线缝制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怕不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你要是不喜欢，还有更多的。冷姑娘，秦公子对你也是一往情深。不知道多少公子哥拿来骗人的把戏，我早就看腻了。秦公子表面上放荡不羁些，跟那些纨绔子弟还是不一样的。
这次萧老盟主和上官慧的事情，让我感受颇深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想，每个人的缘分是不一样的。我的选择应该和萧老盟主是一样的，命就苍生，不为私情。我这一辈子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不过冷姑娘兰心蕙质，定会有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我觉得所有人都比不上彩彩姑娘你。冷姑娘又嘲弄我，我要是这么炙手可热，怎么会夹在你和秦公子、春花姑娘和少盟主之间，形单影只呢？才不是，是那个萧白不懂得珍惜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换作是我，都不知道该怎么体面退场。你不许偷看！